所以你给老公这样吗？做什么？少装，当然是做爱呀！那可是江晨作，陈威律所的创始人，众诚集团的二少爷，高冷界的活化石。谁能想到这种人有一天会被包办婚姻呢？而且被打包塞进户口本的可是我亲闺蜜呀，这谁忍得住不八卦呀？我们是合法夫妻。哦，那就是有做咯。所以大冰块江晨作好用吗？跟江晨作隐婚1年，我们在床上的交流比床下还多。他性情寡淡，惜字如金。比起夫妻，我们更像是陌生的合租室友。有时候一整天，我只听得到他说2个字：做吗？要做吗？做。江晨日不是纵欲的人，我们每周不会超过2次，每一次他都会很认真地询问我的意见，可以吗？包括在不该问的时候。可以。在床上的每一次，他的动作、流程、史事都一模一样，仿佛一台经过精密计算的机器。我时常怀疑，我是不是嫁给了一个机器人？总之，我和我的闪婚老公江晨建结婚1年，除了床上，根本不熟。3天前，我做了一件对不起江晨烨的事。到底要不要告诉他？要做吗？这礼拜不是做过2次了？不想。谁能拒绝一个宽肩窄腰、有6块腹肌的大帅哥？反正我不行。没有。喝酒了？一点。真的很像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。不论前一晚多热情，隔天醒来时，我那个陌生的隐婚老公总不在身边。
显然，江晨邹是个把性与爱分得很清楚的人。好在我不爱他，他也不爱我，这样不纠缠的半熟婚姻刚刚好。江晨邹，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。关于这件事，的确是我错了，所以不管你多生气，我都能理解。你出轨了。啊？谁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所以你想离婚？弄丢戒指是这么严重的事吗？戒指？啊？就是结婚时你送我的结婚戒指，我弄丢了。就这样？那可是价值3000万的10克拉定制钻戒啊！再买一个就好。你不生气？为什么要生气？你又不是故意的。想要原来那款，还是换新的？我一直都知道江晨月很有钱。挑一个。我不需要。卡里有5000万，就5栋别墅，车都是你的聘礼。婚后我每个月再给你300万生活费。我真的不需要。你是我妻子，可以不花，但不能没有。那可是3000万的戒指啊！只要你不出轨，3000万算什么？3亿的戒指也买得起。快，佳佳二少来了，快点！哎，长子，怎么了？还能怎么样？听说江家二少来公司了，大家都去看了。听说他本人超帅，我们也去看看吧。我就不去了。刚从他床上下来，不必再见了。那可是江晨邹哎，虽然是集团的二少，但一回国就自己开律所，不到5年就成了京城北区最知名的律所之一。他可是京城北区最顶级的高富帅。是啊，1年前我从没想过，自己竟会和这样的天之骄子只见过一面的情况下就领了结婚证。还跟这座冰山美人同床共枕了1年。这样子，我们去看看嘛。那可是江家二少诶，难道你不好奇吗？有什么好看的？他不是张总的弟弟吗？应该长得差不多。也对哦。哎，不过我听说江家二少好像结婚了，会是哪家的千金小姐呢？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不公开？他老婆不让啊。哦，哎，你还没按电梯，快点啦，上班要迟到了。哎，祥子，你觉得江家二少这么优秀，上帝关了他哪扇窗呢？他难道没有缺点吗？你知道没缺点代表什么吗？什么？monsieur。江家二少，我去接个电话。
进来。好。我很无趣吗？不会啊。你喜欢多变的？不是。我就喜欢无趣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无趣不会烦我，会给我绝对的自由。昨晚多了一次，算烦你吗？不算。那就好。摆臭脸算什么啊？装酷很了不起吗？有种对老娘笑一个，臊唬谁呢？真是的。晚上下班来接你。好啊。毁灭吧，趋于社死的世界。我的妻子是父亲为我选的，书香门第，教养绝佳。他不会等我吃饭，不会等我睡觉，更不会打扰我的独处时间。总之，他不爱我这件事让我十分满意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心情这么好，爱上你那谢意妻子了？没有，也不可能。那姑娘挺漂亮的，性格开朗又懂事，你怎么就不心动呢？我不会对任何女人动心。陈哲，我知道你不信婚姻，也不信爱情，但都过这么多年了，你也该放下了。我永远不会原谅那个女人。妈妈，也永远不会爱上任何女人。关于温娴，我们没你想的那么熟。不熟？结婚1年还不熟？你别告诉我，床上你不熟。这是两回事。有时候，我会对我的妻子产生过度的欲念。我讨厌自己因任何人而失控，但她是我的合法妻子，而我只是喜欢她的身体。生理上的喜欢不算爱情。那你为何跟他隐婚？他只是个小设计师，没有靠山，很容易被人欺负的。我从来没想过要跟他隐婚。小冯总，感谢您沈总忠诚设计，我们一定会让你满意的。小薇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为什么选你当我的设计师？当然是因为您眼光好，所以才中我的设计。会说话。你在这当设计师1年能赚多少钱？够我生活的钱啊。哎呀，
你拼死拼活，一年顶多也就几十万，不如你做我的女人，我一年给你300万，怎么样？小冯总，我结婚了。结婚又怎样？你看这可爱的小手，连戒指都没有。也不知道你老公是做什么工作的，估计钱也不好赚吧。我老公啊，我老公每个月给我300万零花钱，跟他比，也配。少在这里打秀脸充胖子，告诉你，要是跟了我，再大的钻戒我都给你。非常感谢你的好意，但很抱歉，不需要。你可要想清楚，女人的青春就那么短短几年，这几年要是过去了，可就不值钱了。小文总，我看你也快40了吧？哎，你不知道女人也喜欢年轻的吗？你说什么？我看啊，您这年纪身子应该也不行了。我老公啊，一夜7次，你行吗？嘴硬是吧？到时候你别后悔。啊，电梯来了，慢走不送。哼。我一夜7次，你听错了，是你想一夜7次吧？能不能不要在意这种小事？为什么每次做丢脸的事都会遇到江晨作？那人是谁？他为难你了？哦，那个就是个难缠的客户而已，不用管他。如果你需要的话，要不要公开？公开？如果你需要，要不要公开？有那么一瞬间，我以为他想公开关系，是想保护我。你是我的妻子，欺负你就是欺负我。公开你的身份，对你的工作应该有帮助。原来他想保护的，只是那个身上贴着他妻子标签的女人。不用了。为什么？虽然我金仲诚时确实不认识你，但你毕竟是众诚集团的2少，公开的话，日后分配项目对其他同事不公平，而且不管我再怎么努力，都会被认为是靠关系，这对我来说也不公平。那就这样吧。悠悠，冯一，清月让我把2套意大利品牌西装素体天洗，你帮我看看，是这2套吗？阿玛尼啊，就这2套。好嘞。你跟陈造感情真好，他以前从来不会随身带女人的东西。是不是我的口红啊？江晨作出轨了？会不会是误会？总不能因为一支口红就说江晨作出轨了吧？如果不是那种关系，江晨作那么高冷，哪个女人敢把口红放他口袋里？但是如果他真的有外遇，为什么还要碰面？而且每次都是他主动，就不合理呀。爷爷，你是不是写乱长江晨造了？没有，怎么可能啊？那他出轨这件事儿，你怎么这么生气？你们不是协议婚姻吗？就算他在外面找女人，他出轨了，这也不影响你吧？不行，身体忠诚是我的底线。一想到他用碰过别的女人的手碰我，
用吻过别的女人的嘴吻我，就觉得恶心。咦，有道理。婉婉，我要跟他离婚。那女孩是他律所的吗？他们会一起出差、开会、睡觉吗？此时此刻，他们又在做什么呢？别碰我！江晨烨，我要跟你离婚。为什么要离婚？这是在你西装口袋里发现的？不是我的。我的西装口袋。江晨作，婚前我们约定好，婚后互相帮忙，互不打扰，但就不代表我能接受你背叛婚姻。我没有。你可以喜欢其他女人，但是身体要恬健，这是我的底线，也是我对自己的要求。我希望你也是，能守住这条底线，这样才公平。我真的没有。如果你碰过其他女人，再来碰我，我会觉得恶心难受。所以，如果你有喜欢的人，可以告诉我，我能接受离婚。我绝不会霸着江夫人这个位置不放。结婚1年，这是第一次见他发火，原来他生气的样子是这个模样。说完了。你的想法我都清楚了，但我真的没有其他女人，婚前没有，婚后也没有。给我1天时间，我会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就这样。你希望怎样？我讲了那么多，你就回这么几句，这样看起来我像个泼妇。我还能说什么？我其实只是在这方面有洁癖，不是因为喜欢你，你懂吧？我知道了。好，那就好。把公司所有监控调出来，明早交给我。主任，您找我。这支口红是你的吧？江主任，您猜到了。什么时候放的？昨天您把外套落在办公室，我出去给您的时候放的。为什么？江主任，我喜欢您，非常喜欢。从2年前我第1天来律所见您的时候，我就喜欢。喜欢我为何不当面直接说？我不敢，我知道你很聪明，看到口红就该猜到是谁放的。如果你也有意思，自然会主动找我。如果您没意思，或是猜不到是谁放的，就当我没说过。至少我不会再有遗憾了。你知不知道我已经结婚了？知道，
但我也知道您和夫人关系不好。我跟我太太关系不好。您从未主动提过您夫人，而且夫人也从未来过公司。您的生活一直都是严助理在打理。江主任，我不要什么名分，只要能一直待在您身边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像我这样的女人，心甘情愿当男人的情人。江晨宗没理由拒绝，尤其是他不喜欢他的新婚妻子。秦律，你在蔷薇的工作今天结束，去人事部办理离职手续。什么？你要开除我？江主任，我错了，您就当从来都没借这种口红，好吗？对不起。江主任，这支口红真的不是我放的，是我记错了，真的不是我。秦律师，这里处处都是监控，别把自己搞得太廉价。在等我。冯姨目击了口红事件，她有权知道真相。这是秦欣然律师把口红放我口袋的影片，看一下吧。冯姨，我就不看了，你们聊，我去做饭了。他说一天，还真的指望一天就查清个。还有这个，你不知道我已婚了？知道，但我也知道您跟夫人感情不好。有那么糟吗？已经到人尽皆知的地步了。我不要名分，只要能留在您身边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敢跟江晨昭表白，想必也是个大美女。江晨昭真的无动于衷，他还算是个男人吗？不信。听声音，她应该很漂亮吧？这样你都不心动？这是重点吗？可以是啊。我已婚。哇哦，好有道理。如果你很介意，以后律所可以不招女律师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女性找工作本来就不容易，成为这样的大律所，更应当承担社会责任，不能有性别歧视。我觉得不仅不能不招，还要多招。女性在职场中并不比男性差，她们理所应当拥有公平竞争的机会，而不是因为我的一句话就被堵住了梦想。江夫人，你比我更适合当律师。笑什么？我没笑。你觉得我说的不对？没有，你说的很有道理，简直是正义的化身。嘲笑我？你真的没有。我不懂女人，但有时候我觉得我的妻子会让人有别样的心动。她不知自己有多迷人。金姐，不好啊！小粉总找了律师发展商，很告我们，所想正在记的和尚。告我们？你自己看看你得了多大麻烦！我们当初的设计图都是按龙总要求设计的，
结果他又百般不满意，要我们重做，是他故意拖延工期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是故意的？他现在就是不满意你的设计，客户有权要求修改设计图。我早就告诉过你，要跟客户搞好关系。结果倒好，律师函都寄过来了。王总，那个小冯总就是记恨祥子拒绝过他，在公报私仇。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，我刚都跟江斗报告过了，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江家二少的律师处理，你快去陈威律所。陈威，是那个人。这个案子是从宗城那个国来的，设计的温线设计师口碑一直不错。我觉得这个案子达成和解应该不难。这个案子目标不是和解啊，我们要把他送进去。主任，主任到底什么意思？真的要把他送进去？这要怎么送？这律师看起来好紧张，他可以吗？放心吧，能在江城有手底下做事的人，不可能是恶极。祥子，你这么信任江家二少？这就是得罪我的下场。所以您的诉求是？很简单，剩余120万尾款由我免掉，另外再赔偿我100万，否则的话我就起诉告死你们。真他妈不要脸啊！如果真的走法律程序，双方损失都会很大。万一您官司败诉，您还得负担所有赔偿，您确定能接受吗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好像是我错了一样。你知道我多忙吗？知道我1分钟赚多少？我能抽空来这已是最大的诚意，你知道吗？小冯总，设计图完全按照您的要求修改了不下5次，延宕工期不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们不同意拍手。你搞错了吧？是你没懂我的意思。你们的设计我不满意，我还不能要求修改。众诚就是这样对待客户的。小冯总，我们每一版的设计都有传给您确卷，我这边有所有的聊天记录，法庭讲证据，不是像您这样空口白牙污蔑人。好，那就法庭见，看谁耗得起。小冯总，您该不会是因为上次我拒绝了你，心怀怨恨，所以才故意针对我吧？哈哈哈，我哪里心怀怨了？闻一样梦吧。好，那就听听。你拼死拼活，一年最多也就几十万，真不如做我的女人，我一年给你300万，怎么样啊？你真是大快人心，产子，你真是我的神！顺利解决就好。糟了，宋方竟然就这么和解了。这要是让江主任知道我没把人送进去的话，那还不得活撕了我呀！穆律师，你在说什么？你们江主任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我们江律师他亲自关注了这个案子。这么小的案子，江主任竟然也亲自关注啊！就是我主任，你不要过来啊！主任怎么样？抱歉，主任，没达到您的期望。因为温样设计师他拿出了一段至关重要的录音证据，所以对方同意和解了。录音就是他之前胡闹的录音罢了，内容不重要，总之顺利解决就好。很好，做得不错。
来我办公室。是。唉，录音是怎么回事？是小文总，他说老温样设计师，还说要花300万1年来包养他。包养？我知道了，你去忙。严昭，调一下瑞可资本的总经理封彦。好的，主任。主任，按您吩咐调查了，冯衍的公司确有问题，涉嫌商业外物洗钱、集规融资等一系列违法犯罪行为。等他还清重成的欠款，就把这些交给法院。好的，主任。我理解文贤不想麻烦我，所以互不打扰，不给对方添麻烦。特使是我们结婚至今共同遵守的原则，但她是我的妻子，我不能眼睁睁看她被欺负。小混总，上次告诉你一个大快人心的好消息，小粉子总被检察机关带走了。为什么？肯定是犯事了吧？他这种人反正也干不出什么好事儿，他被抓了，罪有应得。应该不是他出手的吧？你知道最绝的是什么吗？小冯总结完尾款的第2天就被检察机关带走了。这么巧？哎，强子，你说这该不会是江家2少干的吧？他为什么要帮我们？还能为什么？他可是我们众诚的2少爷，肯定是帮集团出气，满不成是帮你我出气？也是，江晨燕那么冷淡的人，怎么可能会为了某个人做出这么幼稚的事啊？我得承认，我喜欢温祥的身体，但那只是生理上的喜欢，与爱情无关。是那个小黄总，他性骚扰我设计师，还说要花300万1年来包养他。就算与爱情无关，我也不能容忍任何撩挪他的男人。和文蒋结婚前，我一心扑在工作上，费尽心思想接近我的女人不少，但没有一个能引起我的兴趣。只有温蒋，不论是夫妻关系还是在床上，都能与我相互满足。有种给爷笑一个！笑什么笑？真是的。笑什么？只有爱，我给不了他。觉得很宽松，容纳2个人绰绰有余。我突然想和他在这里试试。
抱歉啦，我昨晚不小心睡着了，麻烦你帮我上楼。没关系，你很近。很轻吗？我觉得我最近胖了好多。多吃点，你太瘦了。哦。我今天会早点回来，你下班早点回家。啊？早上江晨昭叫我早点回家是什么意思？叫我早点回家，结果自己吃完饭就跑去隔壁了。要做吗？我马上收拾好。现在可以了吗？能不同意吗？我口水都快流出来了。好。回房间。那不是江晨作身上唯一的东西吗？文善，放松。不要。在这一刻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有些事情其实也不必拘泥于床上。温想叫出来。结婚1年以来，第一次被弄得神志不清，还是在床上以外的地方，这也太羞耻了。以后要怎么面对江晨作啊？夏雅不吃早餐吗？我约了客户，来不及了，不吃了。粉姨，这孩子平时不是最喜欢吃早餐吗？昨晚我确实有些失控，也有些强势。他是害羞了，还是不喜欢，生气了？都要哄他吗？怎么哄？这些天还是先躲着江晨造好了。
笨脑袋，不要再想了，不想了。是不是昨晚我弄疼你了？没有。他早上为什么故意躲我？这么明显呢？如果你不喜欢，我们以后可以只在床上。这要我怎么回？直接说喜欢也太不矜持了。臭家伙，想笑就笑吧。我没有不喜欢，我只是有点害羞。知道了。知道了。在看什么呢？脸这么红。没什么，没看什么。脸这么红，在看色情小说还是成人漫画？我没看。别害羞啊，女生都爱看这个，我还有资源呢，等下传给你。我真没看啊。你很闲吗？闲的话去工地晃晃吧。哎呀，不是啦，不闲不闲。强子，这个超好看。什么东西？拿我手机干嘛？你喜欢这个？不是，我没有，是同事登传给我的，然后我打开，网络不好，没再出来，我就去保养了。我发誓，我真的没看，他都传给我的。没关系，不用跟我解释，你已经是成年人了，可以的。可是我真没看啊。这个姿势不错，下次我们可以试试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！这下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，我的名声啊！今天本来只是同事聚会，但恰巧有幸三只碰到了我们于静于设计师的老公卢总。卢总说了，今天暖暖他请客。大家今天吃好喝好。好。英子，于静的老公刚一直偷瞄你。别理他。哎，于静，你老公是开传媒公司的吧？听说旗下有好几个大网红，你可得注意点。现在这些小姑娘可都不好惹，别被某些自以为有点姿色的狐狸精给勾搭了。昨天那个于静跟他的梗友们就会嫉妒你，让他说。不然我们再加2瓶酒，2瓶好酒，算我请客。好。我老公可是体面人，不像某些人的老公只是个小律师，连进来这里吃饭的资格都没有。我老公确实就是个小律师，比不上陆总，开大公司赚大钱。说起来，我老公特别擅长经纪官司，
要是陆总公司有什么逃漏税、财务纠纷，可以来我们律所咨询，我让他给你们打折。这丫头真漂亮，你认识啊？介绍一下吧。我老婆。你老婆？等等，你是怎么做到跟这么正的老婆保持距离的？你们睡过没？你觉得呢？这种质量的肯定忍不住。你老婆好像被他们欺负了，你不管管？他不想在同事面前暴露我们的关系。你老婆觉得你带不出手？咱们是好兄弟，不就说了句实话，用得着打这么重吗？风霞，你在说什么？我老公的公司怎么可能偷税漏税？我就是提个小建议。哎呀，都是熟人，吃顿饭嘛，开心就好。点酒，点酒。老公，你得给我同事们点点好的，带他们开开眼。这什么店？这酒这么贵啊？不会吧？你们酒店抢钱啊？最便宜的酒都要3万，这才喝得起啊？你送2瓶酒过去，用你的名义拿最贵的，结我账上。啊？这下糗大了吧？装逼失败，你该不登干呀？请问温婉小姐是在这个包换吧？在，她就是温翔。温小姐，我们老板知道您在这，特意送2瓶酒给各位。我不认识你们老板，是不是送错人了？没错，我们老板说他是温小姐先生的朋友。祝各位用餐愉快。子服好棒，上期狂魔耶！别乱说，只是凑巧。我靠，真看不出来，温贤的老公这么厉害，这9菜单上都没有，一看就超贵。这云森山庄是京城北区最顶级的餐厅，是晋家3少的产业。真不知道温贤的老公到底是做什么的，竟然能和这种人做朋友。温霞，你先生是怎么认识晋家少爷的？我也不太清楚，可能是工作上认识的。律师嘛，认识的人肯定多。我听说晋少爷一向大方，送2瓶酒，应该不熟吧？吃饭吧。难道今晚那瓶酒真的是江晨遭送的？是静婷送的。我听说那2瓶酒还挺贵的，想着还是得把钱还给他。不用，他欠我的酒也不少，以后遇到任何事，第一刻打电话给我。你是我的妻子，你的事对我而言永远都不是麻烦。我的事
我能有什么事啊？我本以为我不可能会遇到需要打电话给江晨遭的事，没想到第二天就被打脸了。死丫头，老子给你脸了是吧？你敢打老子？你骂谁呢？你这只嘴蛤蟆也敢碰老娘？信不信老娘废了你？干啥呢？这是派出所，动作快一点！哟，丑媳狂魔来了，我还以为你挂在你老婆身上了呢。想早奏？好好好，我不说了，不说了。陆戳好不容易回来了，这次我们得好好喝一场。就是啊，怎么不带老婆一起来？我还没见过呢。缺乏感情的夫妻关系，不必介入对方的圈子。没这个必要吧？该不会很楚啊？我听说那姑娘是江老爷子帮他挑的。胡说八道！他老婆呀，美若天仙，尤其是气质，无人能及。这很符合江老爷子对书香门第的要求。就是他们两个好像不太熟，他这个老公想帮老婆出头，还得假手他人呢。不熟？结婚1年还不熟？陈壮，你们该不会还没睡过吧？都结婚1年了，天一黑一就往家跑，说没睡过，缺信啊！好了，知道你吃得开心就好，不然快30的人还没碰过女人，也太可怜了。何止吃得好，吃的还不少呢。我跟你说，老男人开荤悠着点，别把小姑娘吓到了。够了，你们闭嘴！今晚谁又必将走？来，好，走的是龟孙子。看来某人当定龟孙子了。以后对到这种事，记得第一时间报警，不要跟人起冲突，更不要动手打人。好的，您放心。守着这么个精品，1周居然才2次，不行，太少了，你得加量，知道吗？能不能小声点？能。不好意思啊，劳烦你这位大律师来处理这种小案子，我真的不认识其他律师了。江晨作大律师，果然厉害。不客气。不好意思，我今天再惹了你老婆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可别生气啊。抱歉啊，山子，我马上带婉婉回去。我等你一起送她上车吧，等下记得安全送她到家。好的。跟你说，像他这样的精品不多见，你得加量，知道吗？她生气了，果然不该把男人的客套话当真，她一定觉得我给她添麻烦了。今天谢谢你啊，我一起好就给你打电话了，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是不是打扰到你了？对不起，我是不是打扰你跟朋友聚会了？以后不会打扰你的生活了。回家。我们只是协议夫妻，不该越界，是我错了。毕竟是我求他帮忙的，是我先越界犯规，我应该道歉。谢谢你帮婉婉，
我知道这通电话打的不是时候，打扰你和朋友聚会了。放心，下次不会了。我洗了点水果，吃一点吧。拿走，不想吃。忍住，冷静，深呼吸。冷静个屁！我又不欠他的。江晨作，你什么意思？这是冷暴力吗？如果你不高兴我打扰你朋友聚会，就直接说出来。倒臭脸是什么意思？是你自己说，有事打电话给你。好，真打了又不高兴，你到底想怎样？是，很感谢你帮婉婉，但不代表我要一直忍受你的冷暴力。放心，以后不会再打电话给你。你干嘛？你还想打我？你讲完了吗？轮到我说了。你我生气，不是因为你打电话让我去帮你朋友，而是你们大半夜不顾危险在外面喝酒。你知不知道被你朋友打的那个男人身上有刀？万一他忍不住拿出刀来怎么办？你想过吗？还有，从我去派出所到现在，你跟我说了几次对不起，几次谢谢，几次麻烦了，有10几次吧。温是路见不平的路人，如果没记错，我是你老公吧？我要你出事第一时间打给我，我是认真的。你记住，我是你丈夫，你有事就该第一时间打给我，而且不用为任何事道歉。他生气的原因竟然是这个，真的是我太客气了吗？说话。哦，从现在起，不准再跟我说谢谢、抱歉、对不起这3个字，记住了吗？换衣服，出门。去哪里？换个地方揍你。我才顶撞他2句，他就不生气了？难道这男人吃硬不吃软？拿着代替防狼喷雾，以后一定要随身携带。哦，我还以为你会禁止我去酒吧呢。我是你老公，不是变态，不会限制你的孙子哟。哇，好帅啊！我想去要微信，你觉得他单身吗？不是吧？你看前面的女的，跟他在一起的吧？他们两个站那么远，而且没跟我说话，最多是朋友吧？我们看起来这么不熟吗？不管了，我去试试看。这3个可以吗？这3个可以吗？干嘛？家里没了。就算这样，也不能当这么多人面买吧？成年人买这个不正常吗？我可以网上买啊。网上买至少要1天，我等不及。那你还真挺急的。还果然是一对外向的内向老公，霸道宣示主权，太甜了。哎，不吹不黑，真的好甜。姐姐要幸福啊！他今晚就要用吗？他打算用几个啊？
他这是在暗示我。你先别急啊，等我把这集看完。我急什么？慢慢看，我不赶时间。好。还说不赶时间，这样叫不赶？我们上楼吧。冯一不在，就在这吧。就在这沙发上。我们两个人，怕什么？你怎么这么大胆？说到大的，干什么？接下来换你动。明明是你先开始的，为什么要我来？上次你同事发的照片，我们试试。你还记得这个？你怎么还记得这个？我都说了。你不喜欢吗？我说了，我不喜欢，一点儿也不喜欢。那就当是我喜欢。接下来看你的表现了。守着这么棒的男人，居然1周才2次，太浪费了吧！要是不吃，好像有点浪费资源。我很期待。今天早上差点爬不起来，周末2天，你竟然做了5次！我就说1周2次太少了吧？被你听到了啦。哎，婉婉，你觉得一个男人突然在某些方面突然有这么大的改变，为什么？哪方面？就是那方面的需求和方式，他突然从以前那种保守变得肆无忌惮。你是说江晨造以前是老古板，现在花样百出？哪有那么浮夸啦？就一点点而已。好啦，别再说就是了。江晨造就是喜欢上你了。喜欢一个人就会喜欢他的身体，也更想跟他亲近。江晨遭绝对是喜欢上你了，甚至爱上你了。不可能。为什么？江晨月那么高冷孤傲，一副情感系统早就关闭了的样子，根本不可能爱上任何人啊。哇塞，我好像真的无法反驳。是吧？那也可能他只是喜欢我的身体，反正不可能是喜欢我这个人。瑶瑶，我怎么觉得是你喜欢上江晨遭了呢？我会因为江晨遭紧张，心跳会突然加速，甚至因为他感到安心。这是喜欢吗？娃娃，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？喜欢一个人嘛，当然就是气到他会心跳加速，特别开心；屁不到他就心已难耐，然后
特别想跟他嘿嘿嘿。除了黑黑之外，其他好像都不符合。果然不喜欢他。喂，妈。什么？表妹要进江辰业的律所？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小姑，然然。哎呀，想想回来啦，嫁得真好，就是不一样，看起来呀高贵多了。姐，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姐夫呢？没跟你讲。他最近很忙。然然，多跟子夫学习，人家那么有钱，还这么努力，以后你进了子夫公司，千万不能偷懒，知道了吗？哦，知道了。小姑不用叫表妹了，我呢，最讨厌靠关系走后门的人。你什么意思？当初能进众诚集团，还不是靠你爸跟江家的关系？爷儿是2年前进入众诚，是他自己面试的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爷要是不想早知道我跟老江是同学，他根本不会去面试。那妍妍现在既然已经嫁到江家了，帮妹妹进陈威，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啊？先不说这个帮不帮得了，先让季然把律师资格考过再说。妈，你还看不明白吗？我以前连问都不问就直接拒绝，我看根本不是他愿不愿意，是他根本没那本事，肯定是江辰作根本不待见他。我和我老公的事，轮不到你来猜测。要是你真在江家受宠，会开这么便宜的车，拎这么便宜的包，哪有半点富太太样？而且嫁得好又怎样？结婚1年了，连个孩子都没有，我看啊，江辰作肯定都不愿碰他。小姑子，你就是这么管教然然的吗？哎，然然怎么了？够了，够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先吃饭吧。走，吃饭。你们给我等着，我一定要找个有钱又爱我的老公，狠狠打你们的脸。哼，律师资格考都考不过，还想走后门进陈威？他以为他是谁啊？说我车破包便宜，不像贵妇，我就是喜欢这么穿，有什么不对啊？我跟你们这群奇葩亲戚拼了！不然，我陪你换了车，再买包。在家，虽然有点傻，但真的很可爱，甚至让我想笑。之前买给你的包，怎么不见你用？哎呀，突然觉得有点头晕，我先去吃点东西。最近他一直处于这种莫名生气的状态，虽然可爱，但他不开心，我也莫名的跟着不开心。进陈威，去父，走后门，庆气。什么东西？没什么。哦。喂，妈。咋样？姑说然然交了新男友，明天请我们吃饭，去认识一下。你跟爸去就好，我不去了。你还是和陈作一起来吧，免得又被人说你在江家不受重视。陈作那么忙，哪有空跟他们吃饭？有空，我明天有空。又不是什么重要的饭局，你不愿意陪我去的？没事，我陪你去。只是吃饭而已，需要这么浮夸吗？今天背这个，
走吧，上车。哎呀，你找了李荒这么好的男朋友，这回啊，那总算可以扬眉吐气了。妈，你说，这回啊，我一定要让温贤看看我男朋友送我的爱马仕，可不是他背的那些便宜货。我这个包呀，得8万块呢，把他那破车卖了都不止这个价。就是，就算嫁入江家又怎样？有钱花又有什么用？大哥大嫂，陈造还来吗？陈造工作忙呀，不来就算了，你们也别为难残夏了。谁说陈月不来的？爸妈，来，快坐。江晨烨居然长得这么帅！哎呦，爷呀，你这包真好看，多少钱买的？得上千了吧？然然啊，都11跟表姐学学，替你男朋友省着点花。你看你那包8、9万呢，真是太奢侈了。哦，知道了。没错，帅有什么用？我男人更愿意为我花钱，温钱的包哪能跟我比？哎，爱马仕的白房子，你居然背这么贵的包？妈，他那个包至少要200万呢。什么？200万？亮将平时很低调，就因为这个包还跟我闹脾气呢。我什么时候跟你闹脾气了？我什么时候闹脾气了？哎呀，抱歉，都到了啊，真不好意思，刚才有点事在忙，想吃什么随便点，我请客啊。媳妇，别碰我！奸笑！说到这个，传想结婚都1年了，还没怀孕，是夫妻生活不和睦吗？莹莹还年轻，没有必要这么早生小孩，况且我也舍不得。这话是谁教他的？还叫我萍萍呢？到底是哪个风流鬼附身在我老公身上了？不管你是谁，快从他身上下来！你最爱的汤，试试看。不要啦。叔叔阿姨，放心好了，以后有事交给我就行。子夫也是，以后都是一家人，不管有什么事儿，提我的名字，保证帮你搞定。我靠，这可是限量版的花卷毛，有钱都买不到，真丢脸！不知道是哪位富豪在这。爸妈，我们先走了。好，过2天回家，路上小心。开慢点啊！我姑姑一家就是这样的。抱歉啊，今天这顿饭……我不在的时候，他们都这么为难你。其实还好啦，我们很少来往。那就不用来往了。今天真是辛苦你了，还要陪我演戏。演戏？该陪你演戏了。就是姑姑问我，
为什么怀不上孩子的时候啊？我没在演戏。没在演戏？燕燕还年轻，没必要这么早生孩子，而且我也学不得。舍不得？感情这么浓的词，去何出现在我们之间吗？江晨作，你的语文是不是没学好啊？怀孕本来就是件很幸福的事情，女人就应该有自己选择权。此刻，我突然想起一句话：结婚不是要找一个对你好的人，而是要找一个本身就很好的人。喂，婉婉。哇，这是谁啊？你不是跟我说江晨造最近需求更旺盛了吗？怎么这大半夜还能想起来被你打入冷宫的？你姐妹我呢？少嘴贫啦！哎，我问你啊，如果我想跟江晨作表达感谢，或者想对他再好一点，你有什么好方法和建议吗？建议？那太简单了，跟你说，你现在只是上到江晨作面前，然后壁咚他，宠吻他，寄居他身上，然后干他。你就不能提点靠谱点的建议吗？你说的这些我根本不会做，而且要是我真做了，江晨造不吓死才怪。你懂什么？告诉你，男人啊就吃这一套。哎，不，你慌什么？我又不会强迫你。乱说什么？才慌了。那做肉虫还不够，还有拖着涮腿来送东西，差不多就得了啊。这个好看，江晨作会喜欢吗？送我的，送你的。前几天你帮我出头，小小回礼。我以为那天晚上就是你给他帮手了。乱说什么？一码归一码。谢谢，我很喜欢。那就麻烦明天早上帮我卸。我不会耶。没关系，我教你。来吧。我真的不会。很简单的，手放这，绕一圈，再绕一圈。我一直觉得帮男人打领带是专属于恩爱夫妻的举动，原本以为打领带这件事永远不会发生在我和江晨遭之间。很简单吧？我学会了，是不是以后每天都要帮你打领带？我们每天起床时间都不一样，
怎么会专门叫你起来系领带？那就好。学会就好，我走了。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恩爱夫妻体验日，这也是协议夫妻互相帮助的原则吧？本房案件分析会的案件是一起返还原物纠纷案，我的委托人是招商乙资企业，入住后与原告单位签订了土地房屋租用协议，并依约支付了相关费用。主任，流弹是自己买的吗？真有品味。我太太买的，也是她帮我系的。不是说主任和太太感情不好吗？都说亲自系领带了，还能叫不好？夫人真有眼光。还不错，家里还有一条，也很好看。第一次见主人因为一条领带露出这么得意的表情。晒木啊，晒木就让你女友也给你买一条。夫人买的一定很贵吧？我们肯定买不起。什么意思？暗示我该给你加薪了？可以吗？下午去找 HR 先生。谢谢主任，谢谢夫人。蓝城府的大平层项目交给我。组长说客户看了你的设计非常满意，指定要你就主设。听说这次的客户是高富帅、医学博士，好多人都盯这些杆子。那我能拒绝吗？怕子夫吃醋？他不会吃醋的。怎么可能？他醋不爱吃醋啊。吃醋这两个字不替用于我和江晨邹之间，我们不是相爱的关系，他应该也跟我一样，觉得只要身体忠诚就好，精神上我们各自拥有绝对的自由。江子在想什么呢？组长和客户还在等我们呢。好，我们快走吧。平洲哥，好久不见呀，小师妹。你们认识？想象是我恩师的女儿。那天我看到设计师的作品，还以为只是同名，没想到真的是你。哎，坤珠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这次回来不走了？不走了，我已经在京城医院工作了。你放心，我是因为你的作品才选你，不是因为你的名字。我出国的时候，你还是个小丫头，没想到转眼间你就结婚了。听说你老公是律师，对你好吗？还不错。那就好。过几天我去拜访恩师时，把你家大律师带上，让我们也认识认识他。我们聊方案吧。好。杨子，这位陆医师肯定是冲着你来的。胡说八道。都是替子夫操心啦。要是子夫知道拓建这么好的陆医师对你另有企图，肯定会疯狂吃醋，甚至做出他从未有的疯狂举动，只为表达对你的爱呀。你都在说些什么？少看点狗血剧了。指导教授又来催论文了，我先接个电话。江晨烨疯狂吃醋。
在我背后跟别的人笑。不可能，他那种机器人怎么可能会吃醋？绝对不可能。最近你好像都带着我送你的那条领带。有什么事？没什么，没想到你这么喜欢呀，看来我眼光不错。确实不错。喂，昆州哥。云州哥。有，那就先这样，我挂了。朋友。也不算吧，他是我爸以前带的博士生，算是他最得意的门生。哦，说来也巧，他有房子要装修，正好选中了我的设计。所以，他现在还是你的客户？他说看到我名字时，还以为是同名同姓，没想到就是我。你说巧不巧？挺巧的。江晨作该不会是误会了吧？不可能吧？明天有什么安排？有个跨国案件要开会，明天得去公司。哦，那好吧，你忙你的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云州哥说要回家看我爸，叫我一起回去吃饭。本想叫你一起去，不过既然你有事儿，忙你的就好，我自己回去也行。我好像记错时间了，不是明天，是周一。啊？哦，那正好啊。江晨钻记忆力向来超群，他会记错时间，但他这个工作狂又怎么可能特意推掉工作去吃一顿不重要的饭？也许真的记错了吧。明天我陪你一起回去。啊？哦，好。哎，云州哥，又见面了。是啊。你好，我是玄香的先生江晨遭。怎么突然这么主动？好像这是他第一次自称我先生。你好，我是陆云洲，算是莹莹的哥哥。老师，您还记得吗？当年您怕妍妍早恋，特意把她带到我家养。她高中安分点了，说上了大学才能遇到像我这样的学长。哎呀，时间过得真快，莹莹都结婚工作。快别提了，那时候啊，我才刚想着，哇，学长好帅，3秒钟就被拖到楼上补习，从此开启了我的补考噩梦。今天高兴，我就喝一点。喝吧，喝吧。你们都开车了，就别喝了，我自己喝点。哎，老师，别这样，我们多久没一起喝酒了？今天我陪您喝，我叫代驾，一定要喝点。没事，今晚回家爷爷开车。啊？
那我们一起喝。真的，酒量如何？他酒量很好的，村周哥，你不用陪他。你也少喝点。师母，我在国外超想念您做的菜，终于吃到了。喜欢你就多吃点儿，还有你喜欢的冬瓜汤和芥兰，师母都记得呢。谢谢师母。还有陈月爱吃的酥皮萨和烤肉。来，试试这个。谢谢爸。怎么从豪一进门开始，云州哥做什么，江晨作就要做什么，好像在跟他比赛似的。难道江晨作在吃云州哥的醋？你好，我是陆云舟，算是莹莹的哥哥。想我把云州哥当哥，亲哥，我对他没有其他任何想法，他对我也一样，他把我当亲妹妹看。前半句我信，后面那句可不一定。我绝对不会出轨的。我没有那么想你。那就好。我也不会出轨，永远不会。只要我们还是夫妻，就算有一天你不让我碰你，我也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。江晨作出差半个月了，我竟然有点想他。听我的，等江晨遭出差回来，穿上给他看看，让他开开眼界。不能算是勾引他吧？我只是想试试而已，我也没穿过嘛。那就试试。哇，这我自己看都脸红，怎么可能给江晨哉看，让他开眼界？不行，快换回来，换回来，换回来！确实开眼界了。你一定是误会了，我很喜欢。我今天换下来呢，我马上就换一件。不用换，这样很好看。哎，江晨作，今天这么主动，穿得这么特别，我是不是该好好回报你？我没有。我们今天试试不一样的。江晨作，那边。
昨晚战况如何呀？江晨娇看完你的战袍后，有没有服务意识啊？服务意识。这也太刺激了吧！你怎么了？哪里痛？没事啊，我刷牙呢。刷牙，千万别想起来啊！你昨晚……在那里打坐。你要是也想让我帮帮你的话，我不会也做不到。帮什么？你昨晚……我认真想了一下，你做出这么大的亏声，总要有目的的吧？笑什么？抱歉，我还真没想过要你帮我。从来没想过。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？这也不符合你的人设呀。在你眼中，我是什么样的人？总之就是不会做那种事的人设。你都穿那么漂亮的睡袍给我看了，我当然要回报你一下。我不是故意要讨好你，也不是特地穿给你看的，我本来就想试穿看看，那时候我都准备要换下来了。我知道，反正我也没觉得自己吃亏。看不出来啊，江晨有这么高冷的性格，居然会喜欢这套。所以，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？喜欢吗？不喜欢？喜欢。文祥最特别的地方，就是他永远都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情感。对了，送你的。我想了想，之前送你的钻戒确实太浮夸了，不适合在办公室戴。也不用买3个吧，太浪费了。以防万一，备2个。我呢，其实没那么马虎啦，弄丢戒指是意外了。放心吧，这次绝对不会弄丢了。咦，今天这么早回来？今晚要做吗？他非要这样直白的站在门口问我吗？他不觉得尴尬吗？可以，就是等一下啦，等一下，怎么了？要晚一点啊！约了云州哥和楚月多论设计方案，马上要开始了。现在是下班时间。可是明天公英就进场了呀，云州哥还有好几台手术要做，只有今晚有时间。多久？至少10点吧。困了就先睡，不用等我。哎，昆州哥，你看这个电线背景墙，我们用黑色大理石怎么样？然后上下做2条灯带，你觉得呢？上的设计想法真棒，那西厨的隔间也听你的意见吧。既然都听想想的，那还有什么好讨论的？简直多此一举。
把这面墙打通，然后做一个开放式的茶歇空间，这样会更通透，你觉得呢？想到江晨桌眼巴巴等着我，想做什么就觉得好笑。这个人啊，不管做什么都理直气壮，完全不知羞耻。难道这就是男女的差别？大半夜的，拉着人家老婆聊天，这个陆云舟怎么这么没自知之明？这世上还有这么没眼力见的人。还要多久？啊，我还得一会儿呢，你先睡吧，等会儿回去不会吵你的。强晨作案，我工作还没做完呢。强晨作，急什么？我又不会跑掉。抱歉，我不能告诉温阳，是永州的声音让我烦躁，毕竟他们在谈工作，我不能这么小气。但我真的忍不住。行，那我们去房间。不急。你要在这儿啊？今天别忍着，嘴会咬破，大声喊出来。你哎呦，姐，昨晚怎么样啊？昨天电脑突然当机了。真的？那我怎么听到子夫的声音？别乱讲。后来云州哥有说什么吗？没有啊，他超单纯的说可能是你电脑坏了，明明是子夫等不及了。就是电脑坏了。那你嗓子怎么服了？修电脑修的啊。我没有。我敢以为子夫是禁欲派，没想到私下里根本忍不住。看你是想去工地搬餐。今天下班我去接你。江晨作，说真的，你以前真的没谈过恋爱？没有。不信。谈过就谈过啊，我不介意。是我做了什么让你觉得轻浮，或者不舒服？没有啊，就是觉得你看起来好像很有经验。哪方面的经验？床上吗？你哇塞，这么刺激啊！
妈妈。江晨宗，你看，江晨宗，江晨宗，你怎么了？你哪里不舒服？我打电话叫救护车，马上。等一下，不用了，我们走回家。江晨宗，你真的没事吗？你是说，江晨宗看到车里那对热吻男女后情绪不对？会不会是触景生情？因为他之前在车里看过其他女人跟男人热吻，而那个女人让他很痛苦。那这个女人大概率就是他的劈腿前女友。对了，你以前真的没交过女朋友？没有。但江晨宗说他没有前女友啊。但一个大男人也不会看个热吻就这样吧？如果他真的被前女友劈腿，不愿承认谈过恋爱也正常。但为什么我这么难过？冯姨，听说陈宗小时候就是你在照顾他。可不是嘛，他10岁时候我就进江家，全家的事没有我也不知道的。那你知不知道陈造以前交过女朋友吗？哦，这个，哎呀，我还真不知道，也有听说喂。为什么这么问？就好奇，随便问问。冯姨，我吃完了，我先去书房加班。好，要想最近吃的越来越少。这么乱。手类，这个手雷看起来像是有人戴过的，难道是前女友的东西？所以他是故意让我睹物思人。你在干什么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能摔碎你前女友的手来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摔碎你前女友的手来的。没关系，碎了就碎了，别伤到手。你在干嘛呀？虽然这是前女友的东西。刚才我是想说，什么前女友？以为这会是我前女友的东西。我是觉得，我说过，我没有前女友。好，没有。看样子是不大相信。不发出去，我没有时间跟朋友错过，对吧？串供。有，难得逞妻狂魔，想起来打电话给我了。少废话，你说我有前女友吗？啊，大半夜的你是迷糊了？你结婚之前我还以为你喜欢男人呢，快30了才娶到，这么如花似玉的老婆，哪来的前女友？听清楚了。听清楚的。这么幼稚的事，竟然是江晨遭做的，他还这么认真。既然这不是前女友的手财，那会是谁的呢？什么？你说这个镯子是收藏等级，至少值上百万？是的，小姐，这个手链就算修好了，也会留下明显的痕迹。
最终也无法恢复原样。他的东西怎么都要上百万啊！对不起啊，我去修手来的店问了，说是修不好，就放弃了。没关系，修不好就算了，不重要，直接扔了吧。真的很抱歉，又惹祸了。这个手铃本来就是给你的，是外婆留下来的，本来是一对，嫂子也有一个。本来就是我的。之前忘了跟你说吧。结婚1年了，他怎么从来没提过？那你昨天为什么不跟我说？江制作，你把我当小孩子骗吗？是我不重要了，跟嫂子和大哥这种自由恋爱结婚的不一样。不是，像这种家传的东西，在你看来，我根本不配拥有，是吧？不是这个意思。没关系啊，我也不想要。然后你们就吵架了，分房睡？也不算啦。后来想想，好像确实是我越界了。停，姐妹，你到底怎么了？这明明就是男人的问题，你不要自己 PUA 自己啦。我只是觉得，我跟江晨遭又不是因为爱情结的婚，各取所需罢了。我又何必因为一只手来的归属跟他计较呢？那是他自己的东西，我不能因为看到大嫂有一只，就想当然的觉得自己也该有一只。姐妹，你不觉得你现在状态有点不对劲吗？就是觉得状态不对，所以才要及时收回，离他远点。但你现在这样子，人没越界，心分明是已经越界了呀。你去找一个一模一样的买再来，品质可以比这个好。这玉梨会可是收藏级的，我知道有地方可以修复这些老污钱。不用。一想到要把那女人带过的东西送给她，我就觉得浑身不自在。你这是要离家出走？没有啊，就是整理一下换季的衣服。翡翠说的事儿，是我的错。我没有生气，我只是觉得很抱歉，这么贵重的东西太可惜了。手提已经修好了，你看看。你收着就好。看看吧，这本来就是给你的。我不需要。我需要。嫂子有的东西，你也应该有。不收拾还在生气吗？之前是我失言，你别介意。手还送晚了，确实是我的问题，但这个原因，我现在还不想说。但我没有骗你，这手台不是前女友的，是我真心想送给你的。你能相信我，
收下他吗？其实我还在生气，但面对隐忍悲伤的江晨间，我再说不出一句冲敌的话。我不是真的要离家出走，你相信我吗？在江晨昭心中，一定藏住一个极痛苦的秘密。嫂子，本不想打扰你的，但是前几天我跟陈昭因为这手牌闹了点不愉快。他说有不能说的苦衷，但我还是想知道，所以想来问问你。我确实有一只一模一样的手来，听你大哥说是他母亲留下来的。陈昭说是外婆留下来的呀，我之前把这手来摔碎了，他拿去修的，你看修得跟新的一样。他不会是买了一个新的给我吧？那就对了，浅昭不会把原来那只送给你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手来陈昭的母亲林锦戴过。林锦不止出轨，而且还在他和情夫偷情时被陈昭看到了。那年他才10岁。10岁？前烈非常恨他母亲，从那天起，他再也没叫过林锦妈妈。我想这就会使他不愿意把原来的手来送给你的原因。所以江晨抓冷漠孤傲的性格并非天生，是受这件事的影响。应该是吧。在跟你结婚之前，他比现在还不爱笑，那是他的心结，你知道就好，别告诉陈烨。你千万别在他面前提林锦这个名字。好。手来给晚了，的确是我自身的原因，但这个原因我现在还不想说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不想再在江晨的脸上看到那种难过的表情，我要想尽办法治愈他。可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让江晨优开心一点呢？就这样吧，张师傅，记得一定用心好好做，准时交工哦。好的好的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好好做。本案当事人亲口表示，被告在一审前曾多次恐吓原告。喂，是子夫吗？小香子在工地撞伤了头，现在在京城北区医院，他流了好多血，你快点过来吧。不会有事的，他那么好的人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帮你点的这个，还点了8宝粥，这可多喝，你身体好。子夫竟然是江家二少！
太好了，他没事。是啊，上来的是病房号，不是加护病房，也不是手术室，他怎么可能会有事？嘿，陈总，路易斯也在啊。我是特地来看强强的，毕竟他是在我家工地受的伤。云州哥，你别这么说，这就是意外嘛，而且我也没什么事儿。来，多吃一点。你伤到的可是头，他怎么会没事呢？就是轻微的脑震荡。这么有难，病人怎么能吃这个？谁给的东西都敢吃。我买的是虾仁的菌菇的，不油腻。伊恩从小就喜欢吃这些。那是以前啊，他早就不喜欢面食了。人的口味是会改变的，毕竟你们这么多年没见了，不只是口味，其他方面也是。人的口味是会变的，李嫩地竟已经那么多年没见了。江晨月到现在还在吃鱼粥哥的醋。我听老师说，你和云香之间一面就结婚了，你们才结婚1年，你凭什么确定你比我更了解烟香？是啊，我认识温宁才1年，当然比不上。陈庄当然比任何人都了解我，他可是我老公的。我一直在想，怎样才能把江晨壮从他母亲出轨的阴影中拉出来。这一刻我突然明白，我只需要给他很多安全感，让他知道永远不会被背叛，永远不会失去自己的妻子。真是的，我就故意逗逗他，你怎么还护着他？那可不行，陈考开不起玩笑的，你这个单身狗不准挑拨我们夫妻关系。陈专，真别误会，我把音乐当成我的妹妹看待，亲妹妹那种。对了，昆州哥，你是不是还没有女朋友？你干嘛？为了让你老公安心，连你哥都要催婚？我就是关心你好吧。前造律师职务所有很多年轻漂亮又优秀的单身女律师，要帮你介绍吗？医生配律师，多好的组合啊！老公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不错。也许需要很长时间，但没关系，我可以慢慢来，用一生来治愈你。真是服了你们俩，我先去忙了，你们夫妻慢慢聊。我不是说了没事吗？只是轻微脑震荡，牺牲只是以防万一，才让我住院观察1。脑震荡还没事，头都流血了，还是小心点。好啦，我躺下就是了。不过你也看到了，我没事，不用人陪，快去上班吧。不去，我在这陪你。真的不用，虽然住院了，但我吃睡都好。不用你管，我喜欢。好吧。这陪护床也太小了，腿都伸不直吧。来床上睡吧，这样舒服点。你想让我跟病人抢床睡啊？我又不是真的病人。快睡吧，医生说了，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休息。楚月已经帮你请好假了，安心睡吧。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也不算，只是换了个地方和环境，有点睡不着。陈庄，你能再靠近我一点吗？这样可以了吗？
好多了。陈总，晚安。就在此刻，我再也无法自欺欺人。我对温漾早已不只是生理上的喜欢，我一直都在克制自己，以为只要不爱就不会受伤。但事实上，我早就爱上她了，只是一直不愿意承认罢了。我知道温漾不是那个女人，但我依然害怕，越爱她就越害怕。昨晚多了一次，有打扰到你吗？笑什么？没笑啊。你的事对我而言永远都不是麻烦。陈专那么忙，怎么有空跟他们吃饭？有空。烟很年轻，没必要这么早生孩子。再说，我也舍不得。谢谢，我很喜欢。我很期待。维尼，救救我！唉，你昨晚没睡好吗？都怪我。早上急着收拾东西，还没来得及洗脸。哦。喂，婉婉。宝贝，你脑袋怎么样？有没有摔坏？没有，我休息几天就好了，不用担心我啊。哎呀，不行，我太担心了，我去看你好不好？婉婉说想来看我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这是你家，不用经过我的同意。好，委婉，那你什么时候来？住了1年多，他仍把自己当成这个家的客人。如果有一天客人真的要离开，我该怎么办？宝贝，我好想你。他有脑震荡，经不起你这么一撞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轻一点。辛苦你了。我们先上去喽。唉，不对啊，今天可是上班日，你老公怎么在家啊？他调休。哦，你脑震荡在家休息，他也不上班了。呀，他该不会是故意休假，在家陪你吧？那我这来的，真是不是时候。不可能啦，别乱说。不可能吧？哎呀，不说这个。哎呀，我好想你，我们好久不见了。我今晚可以不走吗？我好想你。抱歉，江律师，我今天在你家借住一晚，你不会介意吧？不介意。你看，放心住下吧。那也是，你都脑震荡了，你们也做不了什么体力活动。你们慢慢聊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我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哦，对了，上次我送你的那件睡裙，你穿了吗？上次送你的那件睡裙穿了没？当然没有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穿？男人都喜欢那样的。先婉婉姑娘，你的思想太保守了。男人喜不喜欢重要吗？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喜欢。但我怎么觉得你是偷偷穿过了呢？你再说一句话，我就把你扔出去。我马上闭嘴。那个，你家浴室在哪？我来找你。
出了一身汗，我要洗澡。就在里面，你去洗吧，我帮你找换洗衣物。好。那个，婉婉今晚想跟我一起睡，你睡次卧好不好？好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不舒服？没有。好像有点头痛。是不是住凉了？我帮你看看。这边痛吗？这样按会不会舒服一点？其实我并不头痛，只是本能的想让他多关心我。干嘛？听一下，也许会好一点。看我，天底下居然有你这么重色轻友的样丫头！我这是洗了个澡的功夫，你们贴了半个小时。婚检，你真行！等等，看你的嘴，都轻举了，你还真不把我当外人？哪有这回事？我只是去帮你找睡衣，顺便帮陈昭按了一下头。我知道了，江晨昭是故意的，故意把你嘴亲这么红，就是要警告我，警告我就是来打扰你们，让我下次别来了。乱猜什么？陈昭哪有那么多心眼？别看他表面冷冷酷酷的，其实很单纯的。哎呀，我的傻宝宝，我看是你单纯吧。跟你说，江晨祖他就是爱上你了，不然占有欲不会这么强。哎呀，不会的，跟你说了，他只是不亏待自己。他自己跟你说的啊？那这个江晨昭不会浑身上下就嘴最硬吧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不说他了，不说他，那说你吧，你怎么想的？要是江晨昭真的爱上你，那你会爱他吗？我不知道。其实啊，我最近知道了陈昭的一个秘密，我很心疼他，但我觉得这是家人的关心，不是爱。家人，我想陪他走过这段痛苦和阴霾，看到他痛苦，我也很难过。如果这都不算爱，哎呀，看见你痛苦，我也会一样难过好吗？哎呀，你这个天下第一的母狗，真拿你没办法。你都没想过吗？答案就在眼前呐。当你反复确定你对一个人到底是不是爱的时候，那就已经是爱了呀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你对江晨昭的爱该不会是被他说服的吧？我现在就把你做。哎，不要，错了。也许分开一段时间，我就能冷静下来，让一切回到原点，回到我还没有爱上他的时候。枫叶，陈烨呢？全斋一大早就出门了，多数去外地出差，得半个月才回来。看过去，该不会是因为我昨晚没走，他生气了吧？别乱说，那陈烨才不是那么小气的人。哦，出差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。
要想我了吗？17天了，到底在忙什么？17天了，我越来越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晨哲，晨哲，还是没回来。起来找个药。江晨哲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你是真的，不是幻觉。你知不知道，你不在家的时候，我经常都能看见你，在家里、客厅里，我都能看见你。可是只要我一碰，你就消失了。江晨宗，我想你。这一刻我突然明白，或许我不必相信爱情，我只要相信它就够了。才不是呢！你一走17天，连个消息都不回，你这不知道我很担心呀。温酱，我爱你。你说什么？我爱你。怎么哭了？才没有呢。这是什么？想知道我的事吗？天亮了再告诉你。我也爱你，江晨雷。